以大圍唯一大型商場作招來，位於柏傲莊嘅基座商場 The Y 維坊已經喺7月尾正式試業，一度萬人空巷，仲搶走龍頭商場新城市廣場嘅氣勢同人流添。維坊係港鐵繼康城商場之後推出嘅全新商場，康城嘅商場明顯冇成為另一個圓方，咁維坊又能唔能夠成為新界東嘅圓方呢？The Y 維坊樓高4層，面積65萬平方尺，商場喺2樓設有大型中庭，另外有合共8萬平方尺嘅綠化休憩空間，以及因應地契要求而預留其中15萬平方尺作為香港五輪共學院嘅新校舍，亦都成為商場佈局上面其中一個局限。維坊顧名思義就係位於大圍站嘅上蓋啦。不過而家入商場嘅方法頗為迂迴嘅，港鐵方面建議最佳方法係由 B 出口經公共交通交匯處旁邊嘅扶手電梯或者電梯進入商場，亦都成功為商場開幕造成萬人空巷嘅畫面。而其他進入維坊嘅方法，包括喺備受爭議嘅斷臂八爪魚天橋入口，名城仲設有一條私家天橋連接商場，而新翠邨同金獅花園一邊嘅居民就可以取道喺五育中學旁邊新設嘅行人天橋。不過喺維坊嘅前度宣傳入邊，佢嘅主視覺似乎就有啲誤導啦，因為喺城門河一邊其實係冇入口嘅，向城門河一邊全部都係屬於五輪共學院嘅校舍範圍。作為港鐵商場，維坊雖然可以無縫連接大圍站，但效果就比沙田或者康城更加差啦。港鐵方面都嘗試補鑊嘅，喺屯馬線往屯馬方向嘅月台加建扶手電梯，將會連接到商場4樓近 Marketplace 嘅位置，預計喺年尾啟用。維坊另一個主要嘅賣點係喺商場設有全港最大嘅單車停車場。單車停車場已經率先運作一段時間，喺用家層面上面似乎就冇太多負評嘅，反而時租車場嘅負評更多，仲話係地獄停車場咁喎。喺開幕嘅首週末，商場外面排隊嘅車龍仲一度造成混亂，令到巴士同小巴埋唔到站或者入去巴士站，最終只能夠靠警察去維持秩序。維坊嘅旗艦商戶講唔上特別，有佔地過萬平方尺嘅 Muji 啦，設有6個影廳、超過900幾個座位嘅英皇戲院 Plus、誠品書店、室內遊樂場 Namco、奇趣天地，以及面積超過2萬平方尺嘅超市 Marketplace。之前都講過，維坊未能夠引入若干嘅一線商戶，除咗租金問題之外，全民同區大型商場以租約條款干預，當然我就冇辦法查證真偽啦。雖然維坊喺引入一線商戶上面有所局限，但係有危都有機。維坊改為主打年青客源，例如本來只係期間限定店，港鐵旗下主打本地原創品牌嘅 Lauda 都喺維坊開設咗固定嘅鋪位，仲喺鋪位入邊有間小型咖啡，大玻璃仲成為打卡位添。至於特色餐飲方面，維坊引入大部分屬於新界東首次落戶嘅餐廳，例如 Pacific Coffee 旗下嘅新嘅高端品牌 Muju、日本過江龍山本屋以及野田咖啡等等。同康城商場唔同，維坊喺佈局上面有唔少嘅限制，例如地契條款上面嘅校舍啦，以及位於維坊室外嘅園藝花園。不過吸取康城商場嘅教訓，港鐵似乎知道中庭遠比商場其他嘅設施更為重要，選擇返璞歸真，喺商場入邊設有巨型嘅中庭，某程度上都係向新城市廣場致敬啦。因為新城市喺80年代發展嘅時候，佢嘅初衷都係回歸社區同埋聚集人群嘅。商場雖然有4層，但係就冇好似圓坊咁樣用金木水火土去分區啦，只係部分旗艦商店，好似超市、戲院、書店擺喺較高嘅樓層，而餐飲選擇就分散喺唔同嘅樓層咁樣啫。維坊雖然商業味濃厚，而且同康城商場佈局相似，但係港鐵從康城嚟到維坊，似乎都有啲改進嘅地方。位於維坊嘅3樓設置咗一個智能嘅水幕簾，
能夠以水墨形式呈現唔同嘅英文詞語、而家嘅時間啦，甚至港鐵自己嘅標誌。雖然類似嘅水墨簾喺內地商場以至外國嘅商場同藝術館已經唔係新鮮事，但香港商場嘅流水設施已經買少見少嘅時候，呢個水墨簾似乎都非常吸睛喎。喺4樓嘅迷你中庭位置都放置咗關於大圍區嘅相片展覽、玩具模型店微影，亦都配合大圍主題，喺店內展示以八爪魚天橋為主題嘅模型。細蚊仔睇嚟就非常之開心啦。另一個打卡位置就同樣喺4樓，係一個向東鐵線烏蠅頭列車致敬嘅藝術裝置，由內地藝術家鄭路利用列車零件重製嘅作品重生。作品雖然吸引唔少遊客打卡啦，而港鐵當初介紹商場嘅時候都強調商場設計會加入鐵路元素，但呢個作品似乎就唔係保育嘅最好示範啦。最後嚟睇下維坊另一個主打商場合共面積8萬平方尺嘅園藝花園。園藝花園由6個小花園所組成，分散喺唔同嘅樓層。近年有唔少建築物都流行綠化嘅設計，甚至有垂直綠化區域，栽種唔同嘅植物，嘗試將建築同大自然融合。當然，最終嘅目的都係為咗配合企業嘅 ESG 策略，以及獲取有關綠色建築嘅認證同埋豁免嘅面積。同大自然融合嘅代價，當然係有機會滋生蚊蟲啦。而如果管理不善嘅話，例如好似愛海之戀，外牆嘅植物就先後枯萎，甚至更加差就會成為米奇嘅天堂啦。根據獨媒嘅報導，維坊開幕第1日就受到鼠患問題困擾。由於園藝花園喺夜晚唔會對外開放嘅，遊客隔住玻璃都可以睇到，唔只有一隻老鼠喺園藝花園入邊遊走，或者港鐵應該慶幸老鼠冇入商場入邊啦。而港鐵回覆傳媒嘅時候就話鼠患問題而家已經妥善解決啦。部分園藝花園嘅設計頗為開揚，我最推介就係2樓中庭後方嘅園藝花園，以本地商場設計嚟講都幾少見嘅。不過其他園藝花園就明顯由設計到管理都有啲問題啦。例如花園入邊嘅通道好窄啦，好易棘到。某幾個園藝花園嘅位置正正喺餐廳排氣口下邊，好熱之餘都有油煙同異味，種種問題令到園藝花園都大打折扣。最後講下維坊最大嘅勁敵，一站之隔嘅新城市廣場。根據 Google 嘅資料顯示，喺維坊開幕之後首個星期日，新城市廣場嘅人流較平均下跌大概1成。而喺新屎坑過後，週末人流至今都大致恢復啦。新城市廣場經過多年嘅發展，而家已經定位做親子、寵物以及內地旅客等等嘅高消費客源，的確係有啲冷落街坊嘅，而且對街坊嚟講都欠缺新鮮感啦。以往自由行旅客大舉來港消費嘅時候，唔少商場只顧住吸引遊客而忽視民生需要，新城市都係其中之一。擅長於經營民生商場嘅港鐵喺維坊商場成功洗底，形象提升之餘，仲成功吸引年青人呢班願意消費嘅族群幫襯。不過更加值得發展商反思嘅係內地遊客嘅消費模式改變，內地遊客唔再嚟香港爆買，改為追求體驗式嘅行程。而本地顧客重拾消費力嘅時候，主打民生嘅商場理應最能夠受惠。如果冇返鄉下嘅話，南豐旗下啟德 Airside 已經落實喺9月尾試業，而港鐵旗下另一個新商場位於黃竹坑嘅 The South Side 亦都即將喺年尾分階段開幕。呢2個商場都係主打高消費嘅一族，似乎喺開幕之後先會見真章啦。你又去咗維坊未？維坊對你嚟講又吸唔吸引呢？定係只係另一個倒模商場啊？留言話我聽啊！